兄弟们，今天来到莫斯科的郊外啊，来这个森林里面吃一个烧烤。兄弟们看看啊，平时像周末的时候，俄罗斯人对吧，会来到这个郊外啊，整个烧烤或者野炊啊。有没有溪流河？有熊一会儿，有熊啊？一会儿熊真假？平时会有很多一些啄木鸟啊，然后一些松鼠之类的，啊会跑过来你身边找你要吃。晚上好，这只要没来这个熊就行了啊。这个本地人呢，他们喜欢养狗啊，带狗来森林里面散步。这狗挺肥啊，好大啊！兄弟们，看这个公园里头啊，有非常多的这种小房子啊，这种房子都是给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个鸟啊，还有那个松鼠建的啊。运气好的话，还能看到那个驼鹿啊，看到处都是鸟，都不怕人。这鸽子。今天是周末啊，来这个森林里面的人啊也不少。这桌就是您家人是吧？对。Hello。这是我老婆。哎呀，这是你老婆，你好，你好。这个是小侄子，叫 Maxim。对。然后老丈人。丈母娘。姐姐。哦，姐姐啊。姐姐，然后丈母娘。丈母娘啊，那她都还挺年轻的啊。你们来多久了？早上6点钟就过来站位室了，因为周末特别。哦，这个挺好的，在这个森林里面摆这个桌啊。看看这个周末准备的食材，有这个香肠、烤的肉，对吧？对，这是腌好的肉。哎呀，这个俄罗斯大烤肉，这都从家里面拿过来的。对，这里面是鸡肉，特别好。一会儿的话，我们在这里做这个烧烤，兄弟们看看，这个是油吗？这是就是助燃剂，类似汽油。朋友的这个老丈人，对吧？他们做这个烧烤，在这个炭火里面加个那个汽油啊，待会儿烧起来的话越烧越旺。兄弟们学到了吗？咱们在国内的时候给这个炭火打火的时候还在那里一直吹，你看看俄国大表哥啊，这一把火直接就烧起来了，兄弟们特别容易啊。兄弟们看一下，这大哥就是厉害啊，1分钟就把这个火烧起来了。嫂子在这里现场要给我们洗蔬菜，然后做个咖啡，对吧？这些家伙事儿真的弄得特别的齐全，有这个液化气罐，有这个汽油啊，还有这个各种东西啊，兄弟们。这个是嫂子煮的咖啡啊，用这个液化气罐。哇，这食材高端，鱼子酱，这是鱼子酱，兄弟们看看，正儿八经。俄罗斯的鱼子酱一直听说就非常有名啊。经常有兄弟们问我啊，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大列巴还有这个生肉啊在哪里啊？我今天让兄弟准备了啊，要不让这个小助理先试一下吧，看看怎么吃的啊，兄弟们。这个是俄罗斯的美女啊，小助理拿一块这个生肥肉啊，然后怎么吃？就直接吃啊！哎呀妈呀，这太厉害了！要不我也来一块吧？你也来一块试试。我也来一块啊！必须来一块啊！来，这个叫萨拉肉啊，就是那个俄罗斯的那个生的那个肉啊。今天终于给你们安排一下。你们经常问我什么叫大列巴，这个就是大列巴啊。哎，这沙拉肉上面还有一根毛啊，先把这个毛去掉。这个肥肉长不断，这个感觉就跟在吃那个什么生的那个肥肉一样，稍微带点盐，对，就这个感觉。哇，好油腻啊！真的就跟吃这个咸猪油一样。这是他的那个嫂子啊，串的这个肉串。现在老丈人烤这个肉了啊，兄弟们，这个肉啊，你看就这么大一串，这个签子跟手臂一样。这一共就5串肉，一串肉的话就管饱。哇，这个还有那个鸡翅啊，这个肉多，兄弟们。又拿了一串肉过来。这是猪肉是吧？猪肉烤的，然后那个鸡翅也是烤的，等一下还有那个 sausage， 看看啊，哎呀，这个战斗民族大肉串啊，整上来啊，兄弟们，来尝一块啊，尝一块俄罗斯战斗民族烤猪肉啊，哎呀，非常 Q 弹啊，哎，大家看啊，这个是战斗民族烤鸡翅啊，再吃个这个烤鸡翅，兄弟们，这个是老丈人教大家吃这个面包啊，鱼子酱面包，这个非常爽。他就是把这个鱼子酱裹在那个面包上。兄弟的老丈人，给我来一个俄罗斯的这个鱼子酱面包啊！哎呀呀，哎呀，面包加这个鱼子酱啊，然后用那个小勺给它抹平。哎呀，这太多了呀！好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so much。兄弟们看，吃这个是鱼子酱面包啊。感觉很重的那个鱼腥味啊，感觉吃那个10个榴莲的味道还要重啊！你老丈人是真行啊，这鱼子酱感觉跟吃饭一样。今天最后的一个硬菜啊，俄罗斯烤香肠，这还有那个烤西葫芦啊。哎呀，这烤蔬菜你看看啊，还要放一些这个盐啊。现在是小火慢烤啊，蔬菜吃完的话，今天就完事儿了，兄弟们。这边人吃完烧烤了，他们也会跳个舞啊。对面的这个夫妇他们也在跳舞啊，森林里面感觉跟个那个 disco 地方一样，你这才是会生活会享受啊。哎呀，这个好，这招厉害啊！你老丈人老当益壮啊！今天非常感谢这位兄弟啊，就是请我来这个公园里面来吃烧烤啊。
问一个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老公娶你的时候有没有给你彩礼啊？没有，没有彩礼啊。这边是不用彩礼吗？还是？那也是车子、房子这些也不要求吧？那你以后要不要他给你车房？要不要？以后呢，我们就一起努力吧。哦，这特别好啊！他是我们中国的这个广东珠海的小伙子啊，就是跟俄罗斯的姑娘结婚了，结婚5年了啊。你是怎么认识你媳妇儿的呀？我们在一个展会上面认识的，当时我是展会就帮他拍照。哦，你摄影师。对，刚好他会说中文，后来我俩就慢慢开始联络这样子。哦，特别好，非常感谢你今天请我吃饭啊！以后有机会来莫斯科再来找你做客啊。好的，没问题。好，行，兄弟，那再见啊。好，祝你事业有成啊。好，行，早日买房买车啊。好，谢谢。让他过上富婆的生活啊。没问题，没问题。好嘞。行，那我走了啊，拜拜。好的，拜拜。牙齿还是白的。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北方的威尼斯。现在呢，我在东宫的广场，大家可以看我后面这个建筑，这是以前他们的皇宫啊。今天呢，我们的任务呢，就是带大家去看一下东宫的博物馆啊。东宫的博物馆以前是给这个皇帝还有这个皇后居住的，像比较出名的有这个彼得大帝，然后还有那个叶卡捷琳娜女皇。同时，这个博物馆也是全世界4大博物馆之一。这个地方呢，就是非常值得一去啊。废话不多说了，出发吧。今天人很多啊，应该有什么活动要举行。这个建筑呢，大家看啊，它不只是这一面，它应该是一个正方形的。这个石柱呢是亚历山大石柱啊，当年不知道谁啊力气那么大，直接给它吊上去的。这个东西它不是一层一层砌上去的，它是直接立缝上去的，也挺神奇的啊，兄弟们。咱们现在进场吧。进来之后，东宫这个东西有点像四合院一样啊，里面特别大。咱现在来这个地方买票啊，这个是东宫博物馆的开放时间啊，票价的话500到600啊，就是50-60块钱左右。走吧，咱们开始参观。在我身后的这个地方过完安检呢，然后咱们就进到博物馆内部了。这里面的收藏品呢特别的多，如果说每一件啊看大概1分钟，你需要看3个月才能看完，所以咱们光速的走完这个行程，花2个小时去逛一下。我后面这里都是一些雕像啊，这里只是冰山一角。通往2楼的长廊，这里非常多的这个俄罗斯美女在这拍照啊。这艺术品没看，看完美女就行了啊，兄弟们。咱们还是得看艺术品，走上去啊！呀，这太金碧辉煌了啊！这石柱，这个非常的艺术，兄弟们，看这个天上还有这个壁画，贼漂亮啊！咱们今天去看它的这个镇馆之宝，走着。这是那个34K 的土豪金啊，兄弟们。咱们接下来看一个画室啊，这个还有一些非常精美的这个陶瓷瓷器。在我这身后这些画呀，都老值钱了，兄弟们，随便一幅画的话，得让我干一辈子。在这个馆里面呢，还有那个达芬奇的这个真迹啊。一会儿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在博物馆的2楼呢，还能看到这种空中的小花园啊，当年的皇帝太会享受了。哎呀，我去，兄弟们，这些都是真马皮啊，1:1还原啊！兄弟们看这个黄金甲、霸王枪，还有这个双枪，这个是铁枪，这个是那个十字弩啊，这些装备啊老漂亮了，兄弟们看一下他们这个武器，对吧？也有像那种青龙偃月刀一样的大刀，这个武器的话，有点像专门对付连环铁甲兵的钩子啊。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叫拉斐尔长廊，拉斐尔呢就是文艺复兴啊3杰之一。然后听说这个长廊呢，当时修建它就花了整整的17年。到底有什么？长廊上旁边都是它的这个壁画，兄弟们千万不能去抠了，抠一下的话，你得在俄罗斯打工一辈子啊！这里还有一些这个展品，这是当年这个沙俄时期的一些瓷器啊，铁盘一些纪念品。这玩意儿有点像那个什么，有点像那个芭蕉扇啊，兄弟们。下面这个展厅呢，全部是一些石雕塑啊，全部是当时非常杰出的这个艺术家做的这个雕塑啊。当时的这个皇宫啊，太会享受了，兄弟们。每天看着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个艺术品，哎呀，兄弟们，我花了2个小时，我终于找到了这几幅画呢，是非常有名的啊，达芬奇的一个真迹。这幅名画呢是圣母丽达，大家看，然后这幅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叫做拿花的圣母。这个展厅呢是达芬奇的这个真迹啊，很多游客都会在这里拍照啊，我也拍一个吧。我和达芬奇的这个真迹啊来一张合影，兄弟们，咔嚓。在东宫的这个博物馆呢，不光有空中花园啊，而且你能看到这个涅瓦河的这个景色，兄弟们，涅瓦河最终呢就是流向波罗的海啊，所以说这里差不多也是一个海景房吧。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终于找到这个地方了，伦勃朗真迹啊，这是他的一幅名作，这幅画呢叫做《浪子回头》啊，兄弟们，浪子回头金不换，大家来感受一下啊，这幅画
这个展厅里面呢，展出的全部都是伦勃朗的真迹啊。当然，最为出名的就是最开始那幅画，叫做《浪子回头》啊。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这里的镇馆之宝——孔雀报石。我身后的这个金孔雀报石钟啊，是这个博物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纯金打造。200多年过去了，它依然还能够准确的报时啊！这个当年就是献给那个乾隆皇帝，然后乾隆皇帝没收，后面被那个伊卡捷琳娜女皇给收了，对不对？这里有它的这个电视展示啊，非常的艺术，兄弟们。今天的最后一站，找这个木乃伊。这个馆里面全部都是当年的这个石雕啊，兄弟们，这是当年的石棺，还有这些雕塑。这应该是一个大地啊，在我的身后全部都是这些雕塑。除了一句哇塞太有艺术了，我也不知道说啥，兄弟们。这个走廊特别的大，这个走廊太大了，当年皇帝就是从这走下来，太大太震撼了，兄弟们。这个东宫我现在已经逛了3、4个小时了，没逛明白，跟迷宫似的啊。如果说你们过来参观的话，准备8个小时了。最后一个厅啊，这是一个埃及的展厅啊，这里面不光有俄罗斯的东西，还有埃及的东西，而且还是重口味的。当年的这个沙俄时期呢，也是非常强大的啊。这是从埃及那边搞过来的一些东西，兄弟们看看啊，这个是他们的那个雕塑啊，兄弟们，有点类似于这个石棺啊。然后这个老头后面呢，这里展示着一具这个几千年前的一位主人公啊，他是一个木乃伊，牙齿还是非常。好了，兄弟们，今天我们这个行程的话就已经完全逛结束了啊，从早逛到晚啊，一共逛了5个小时，全身都逛出一身汗了，终于把这个博物馆给逛明白了啊！建议大家拿一个这个地图过来，有这个地图的话，你不容易迷路啊。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建议大家早一点来，因为里面太大了。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俄罗斯的圣彼得堡，这里是俄罗斯的第2大城市。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地方呢是当地非常有名的涅瓦大街，就在我身后这条街，在这里有非常多的那个商铺、咖啡馆，以及可以看到那个非常漂亮的涅瓦河。那么今天呢，我会通过这个视频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涅瓦大街。废话不跟大家说了啊，咱们开干啊！全长4公里，说实话要走完的话有点困难。圣彼得堡呢非常靠近这个欧洲啊，这个地方距离那个芬兰的话，也就是180公里就可以干过去了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涅瓦大街，它这里的建筑基本上都是在那个4层、5层左右，很少有超过6层的啊。前几天在莫斯科剪了一个头发，把自己的头发给剪毁了啊，现在剪成了一个250。剪个头花了也是250块钱，真的非常的惨啊，兄弟们。然后莫斯科呢和这个圣彼得堡有什么区别呢？我跟大家说一下，莫斯科那个建筑很多都是那种俄式的风格。如果说你来到了圣彼得堡，你就能看得到这边建筑跟那个俄罗斯完全不一样。俄罗斯那种风格的都有那种洋葱头一样的封顶，但是你看这边啊，有点像意大利的那种感觉。圣彼得堡它同时又有一个外号叫做北方的威尼斯，为什么会这么叫呢？就是我们前面到达了那个桥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就明白了。这里的门面都是寸土寸金，随便一个门面的话，租金在10万左右啊。如果说稍微大一点的话，干到10几万了。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人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在整个圣彼得堡的涅瓦大街呢，这里最不缺的就是人。然后我现在的时间呢也非常早，是大概11点钟左右。这个点儿的话，人都还没有起床呢。到晚上的时候，这个地方可热闹了，很多餐厅你都能看到那个中文服务啊，兄弟们。比如说这家意大利餐厅啊，它有中文。如果逛街逛累了，你可以坐在旁边的这个咖啡馆里面，在这边花上20块钱点一杯咖啡的话，可以坐到你不想坐的时候啊。翻过马路走到中段呢，我们就能看到涅瓦河。涅瓦河最终的流向呢就是波罗的海啊。像这种市区里面的桥非常的多。如果说我们来到这里，可以选择坐这种船，票价在100块钱左右，也可以花那个600块钱去坐那种小木船，就像这个一样。这个的话大概票价在600块钱左右，还有游艇，大概在1000元。各种各样的船型任大家选择，全程的话不难。如果说你带一个手机翻译器的话，可以在这里轻松坐个船。观光的话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终于走到涅瓦大街的中段了，在这个地方呢，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这个是喀山大教堂。大家可以去看它的这个门廊啊，特别的宏伟壮丽啊。你看这边路上的行人非常的渺小，你就知道这个门廊有多大了啊。然后在喀山教堂对面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建筑啊，这个是百年图书馆，在里面呢大家可以买书看书，然后还有那个坐下来喝咖啡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放松休闲的。这边这个河呢，经过那艘桥到对面这个教堂，它是非常有名的滴血大教堂，每天在这个地方呢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很多人为什么称这个圣彼得堡是这个北方威尼斯啊？大家看一下啊，除了那个滴血教堂，它那种建筑是比较俄式的。那如果说大家看这个地方，对吧，就特别有那个威尼斯的感觉。然后它旁边左边右边那种建筑啊，就是跟那个意大利的话差不多，兄弟们。
来都来了，我会近距离的带大家欣赏一下滴血教堂，然后呢，再去这个图书馆里面坐下来喝一杯咖啡，接着呢，再去涅瓦大街的中后段啊，终于抵达了滴血教堂，这是涅瓦大街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观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1881年啊，当时沙俄的皇帝他在这个地方被刺杀了，然后他的儿子为了纪念他呢，就在这个被刺杀的现场建了这个滴血教堂。当时呢建这个教堂呢也花了26年，用了不少这个民脂民膏啊。今天这个地方呢它没有开放，所以说不能够进去，我只能在外面给大家欣赏一下。它里面的壁画据说非常的精美绝伦。其实呢，在18、19世纪呢，当时俄罗斯呢是非常流行那个巴洛克式的一个建筑。然后呢，当时这个沙皇的儿子呢，为了纪念他呢，然后这个建筑的风格还是采用那个中世纪比较传统的那个俄罗斯的一个建筑风格。它这个头。这个圆顶，对吧？特别像那个洋葱。这是圣彼得堡大家非常值得来的一个地方，叫做滴血教堂。从那个滴血教堂回来了啊，现在我来到这个百年图书馆，稍微带大家参观一下书店和咖啡馆2合1的一个地方啊，非常多的人来看书买书。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就是这个美女底下的这个书，它居然有中文版的，兄弟们，圣彼得堡啊！再去2楼带大家参观一下，朋友们，2楼的这个书店呢更大一点啊，这里有非常多的图书，然后看书的人会坐在这个窗户上休息啊。喝点咖啡，听听音乐，这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适合打卡拍照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对面就是那个喀山大教堂啊。这个角度拍照太美了，兄弟们。逛完了书店，还有这个喀山大教堂，还要再往前面走，就到达这个涅瓦大街的精华最后一站了。那个地方叫做东宫啊，这是在涅瓦大街穿过的第 N 座桥啊，即将抵达这个涅瓦大街的一个末端。马上抵达那个东宫，终于来到涅瓦大街的末端了。大家看，前面这边呢有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凯旋门，然后从这个凯旋门过去呢，大家就能看到这个东宫了啊。全程一共4公里啊，从那头走到这头的话，需要走很长时间。好了，朋友们，我现在抵达了这个东宫的门口了啊。东宫呢，它是全世界4大博物馆之一啊。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宝贝的话，兄弟们，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啊！今天就到这了啊，拜拜。哎呀妈呀，兄弟们，今天在俄罗斯吃帝王蟹了啊！大家好，我现在在俄罗斯海参崴啊，这里是一个远东的城市，一直听说在俄罗斯这边吃海鲜特别便宜。然后我旁边这家店啊，它是一个吃帝王蟹的，咱们来看看在俄罗斯这个远东地方吃个帝王蟹得花多少钱。这个是景区的一个专门吃帝王蟹的地方。一般来说的话，这种地方的帝王蟹卖的都是比市场价贵1倍左右啊。这个地方能看到这个帝王蟹的价格啊，这个都是活蟹，1公斤的价格是2000卢布，合人民币166啊，80块钱一斤。那这个帝王蟹的话，在俄罗斯大概就是30、40块钱一斤啊。这个是景区卖的贵啊。兄弟们，这个是老板啊，我问一下他这个螃蟹多少钱？列娜，你跟他说一下多少钱？一公斤2000卢布。那我们买一只大概要多少斤3000卢布。挑一个，咱们挑一个。我们拿那个捕蟹的东西啊，先称一下这个重啊，确定不给我少称啊。可以更小，可以更大的。来个中等的吧，就咱俩吃。哎呀呀，我的妈呀！来，兄弟们看看俄罗斯的帝王蟹啊，红蟹，这么大一只啊！大娘现在称重啊，多少斤？3000卢布。哇，这么大个才3000卢布，我的妈呀，兄弟们，这个真的是大发了啊！200多块钱啊，咱们吃了这么大一只帝王蟹。大娘说这个东西呢，采取一个最原始的烹饪啊，然后需要等待15分钟，会帮我送到那个泡泡房啊。最近这个俄罗斯被制裁的比较严重啊，所以说他这边已经没有可口可乐了。现在这个可乐是他们自己的可乐啊。然后这个兄弟们，你们应该知道啊，这个是冰红茶，然后上面这3个字我就不读出来了，这个是俄文版的，有这个冰红茶，有这个绿茶，然后这个都是咱们那个中国的饮料给它弄过来了。铁子们，为了真实的了解这个帝王蟹的价格，我要向这个列娜问一下，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在中国很贵吗？很贵啊，这个东西在中国一般人可吃不起哦，这帝王蟹啊，在你们这里就叫那个红蟹是吧？对。我现在所在的城市呢是俄罗斯的海参崴，也算是远东的一个城市。但是再往那个北方去啊，据他的那个介绍，他同学老家那边天天可以弄这个玩意啊。这玩意的话，在那边也就是80到120左右。我们买的这个是3斤左右啊，就是1.5公斤。所以说它的价格比较贵，加上这个是景区的话，它卖200多块钱。大娘做螃蟹的这个方法比较简单啊，就是拿这个锅把这个水煮开，然后把螃蟹扔里头。高端的食材，最简单的烹饪啊。这个帝王蟹，兄弟们看看，就这玩意在中国一只的话能卖到600、700、800块，对吧？在这边的话就200块，再往北方去啊，就几十块钱、100块钱一只。
啊，一个3000卢布。啊，一个3000卢布。买螃蟹啊？对，哎呀，这好，这大娘会学中文的啊！哎呀，这个水煮开了，把这个帝王蟹就这么直接倒了。我靠，这帝王蟹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反抗吗？哎呀，我去，这个做法太简单了呀！直接捕捞上来的这个螃蟹就放到水里面一煮，不需要任何操作的啊，直接煮就完事儿了。好嘞，兄弟们，今天是个下雨天啊，我们到那个泡泡房子啊，等他上菜啊。哎呀，谢谢啊，谢谢大娘。我勒个去，这么大个帝王蟹，我的妈呀！Thank you， 巴西吧。哎呀，兄弟们，这个闻一下有那个大海的味道啊！这是我来那个俄罗斯啊吃的第一个海鲜，比较生猛。它这个配菜呢，就是非常简单啊，就是一个那个醋汁儿啊。然后这个螃蟹怎么吃的，兄弟们？刚才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啊，就是拿这个剪刀把这个腿剪开，然后咱们看一下这个肉啊，来自远东啊，俄罗斯的这个帝王蟹。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肉啊，全部都是新鲜的啊，兄弟们，看一下，这个是螃蟹的腿，真的不需要放任何的东西啊。它这个蟹腿的话，有一股那个天然的那个咸味，还有一些甜味啊。我在俄罗斯海参崴，这是我旅行的第53个国家。你们看一看我在俄罗斯的海滩上捡到了多少宝贝了，全是宝石。现在我准备坐车去那个彩色玻璃海滩了。在海参崴的市区打车的话，车程大概是40分钟左右。戴着小绿帽的这个是我请的翻译啊，别拿。上车了，兄弟们，开了大概40分钟左右了吧。这里的话，现在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啊，海滩上并没有太多的人啊。大概就停了10几辆车，现在就能看到地面上的这个石头啊，发着这个彩色的光。从小呢，我记得在一篇课外读物啊，看到了海参崴呢有一种这个彩色的玻璃海滩。直到我30岁的时候啊，我才能够有条件来这个地方，这也算我儿时的一个梦想吧。当时我以为这个石头呢，它全部都是宝石啊。然后直到我自己来了俄罗斯以后呢，我听当地的人跟我讲了这个玻璃石头是怎么来的，我就明白了。在这个海滩上呢，你能够看到很多这个色彩斑斓的石头，其中主要有这种青色、白色，还有这种绿色，还有这种棕色，是不是特别熟悉？我相信现在大家已经猜到这是什么石头了。没错，这些都是那个啤酒瓶。原来的话，这个地方它就是一个垃圾。没想到经过时间的冲刷和洗礼啊，当年扔在这里的一些玻璃瓶啊，现在呢形成了这些非常漂亮像宝石一样的这个海滩。我听原来的朋友说呢，这个海滩上当时有非常多的绿宝石一样的石头，这几年的话越来越少了，可能有一些人来这个地方，对吧，看到这个石头很有意思，就捡回去当纪念品了。刚才我在这里拍的时候拍到了一个海豹的头啊，看了一下我看了一下它又钻回去了。海参崴这个地方的海边呢有那个海鸥，然后有时候你也能看到那个海豹。这个地方其实非常值得大家一来啊！如果说有机会来这个海参崴，一定不要忘记来这个玻璃海滩看一下。大姐在这个海边上捡到了一个中国的酒瓶啊，她把它送给我了。但是我还是秉承我那个原则，就是来这里玩一下，拍个造型。这里的东西我就不带走，每个人都带走的话，我担心啊，过个几十年或者300年以后，咱们的子孙来这个玻璃海滩啊，到时啥也没有，就是一片土了。放回去了啊，再见。翻译刚才在这个海边拍那个石头，然后被这个浪啊冲掉了。你得脱鞋了，你得脱鞋了。当地人的度假的一个新兴方式啊，来到这个玻璃海滩，做做小烧烤，带自家的狗，兜风啊，吹着这个海风，非常的惬意。好了，兄弟们，我的海参崴这个玻璃海滩行程呢就结束了。为什么说来海参崴呢？就是为了看这个彩色的石头，算是圆我儿时的一个梦。然后呢，下一站我即将前往这个莫斯科，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好吧，拜拜。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高铁站，这个是我国帮助塞尔维亚援建的高铁，从首都贝尔格莱德这边出发，非常快就能到那个诺维萨德，里程的话大概是1小时左右。自从有了这个高铁，从首都去那个第2大城市诺维萨德只需要30分钟左右啊，35分钟吧。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啊，大大节省了他们出行的时间，给他们带来了方便啊。Bro，let's go to check now。
这是中国帮助塞尔维亚援建的这个高铁，全是中国制造，兄弟们。这有那个班次啊，在这个地方买票，咱们看一下从贝尔格莱德去诺维萨德大概需要多少票价。诺维萨德是这边第2大的一个旅游城市啊，一定要前往，那里有非常漂亮的教堂，还有非常好喝的美酒。兄弟们，这个票价就出来了，700块钱就是单程往返，就是过去再加上回来。我们去诺维萨德参观游览3个小时，然后马上回来。这个票价的话非常便宜啊，合人民币的话除以15的话就是50块钱包来回，也就是25块钱左右吧。高铁进站了，兄弟们。他跟我说我们城市的高铁可能更快，我们国内的高铁好像没有上下2层的，他这还有上下2层啊。果然是要把好的东西啊送给自己的兄弟啊。You know, bro, before we go to Novi Sad, it's far and hard. Now it's easy. You can go 30 minutes and be there. It's really good gift. Yeah. Cheap. Yeah, it's cheap. The card is not expensive. But if you go by car, it's much expensive because... Yes. 这个高铁还支持这个 WiFi 啊，里面有监控。火车到了，咱们现在进去。We sit 2 floor or 1 floor。在2楼啊，有点不可思议。塞尔维亚这个高铁也是我们造的啊，但是它有这个2楼 ，so nice。There's a restroom 啊，还有这个厕所，有那个男厕所，有女厕所。兄弟们，我们的这个座位呢，就是在那个前面啊。但是我跟你们说一下，这个是一个无座区，就如果说你没有买到这个票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非常大。现在这个座位没有坐满，我们可以在这儿躺下来，这么舒服。我把这座位让给我这哥们儿，他一会儿要学习，过几天他就要考试了，所以说他现在在这个火车上工作之余，他也要学习，非常努力的一个小孩，速度非常的快啊，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到诺维萨德了。现在咱们出站，非常高效且迅速，感觉一瞬间打个盹啊，直接就到那个诺维萨德来了。这是诺维萨德外面的公交站，现在我们打个车，然后去它的市中心逛一下。这个城市是一个旅游城市啊，一定要去它的这个市中心打个卡、拍个照，然后喝点。我们现在来到了诺维萨德的自由广场，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剧院。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可以在这里面看他们这个情景剧。那么后面这个是1895年建成的玛丽大教堂，也是诺维萨德的标志性的一个建筑，特别的漂亮。咱们现在过去看吧。这个教堂也是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然后把它建成的。我特别喜欢这里，每次我来的诺维萨德，我会在这个广场上坐一下，喝杯咖啡，品尝一下他们当地的这个三明治。因为这个城市最有名的一个食物就是他们这边三明治很好吃。一会儿我们去点一份，来吧。无论什么时候过来，诺维萨德这边永远不缺游客。这个地方拍个照啊，分分钟朋友圈出大片。玛丽大教堂的这个地方呢是自由广场，平时像周六周末的话，会有非常多的这个活动、演出、音乐节也会在这里举行啊。今天的话是一个工作日，所以说这边稍微显得有点冷清啊。诺维萨德最漂亮的一个建筑啊，特别的美，在这个附近有非常多的餐饮，咱们去找一家不错的这个饭店去品尝一下。在塞尔维亚旅游呢，一个贝尔格莱德，一个诺维萨德都是非常值得来观光的一个地方。刚才这个老弟跟我说，在前面有一家非常好吃的当地传统的一个三明治啊，咱们去品尝一下，它是在诺维萨德非常有名。这东西就是高配版的三明治啊！现在我们去广场的咖啡厅找个地方坐一下，品尝一杯地道的咖啡，比较的干，这里面全是火腿，然后芝士放的特别多。再喝一杯这个咖啡啊，咖啡的话在这边便宜，15块钱。兄弟们，这个咖啡喝完了，等了半天，服务员也没有来啊，搞得我们都有点想跳单直接走了啊。这边主打的一个节奏就是慢，结账的时候一定要提前说，不然的话就会和我一样，会在这里等他半个小时啊。现在太阳已经晒到我的腿上来了，人还没有来啊。